都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大人，风君，方才有妖兽，刚那个他们都死了，妖兽？就突然一团黑气就冲我们来，都怎么可能？嗜血妖兽自从100年前灵脉女仙之祸后，就已灭绝。再说，如果真的有妖兽，你怎么还会活着？你一定是看错了。我分明看见了，怎么会错？就是妖兽，要不是方才，要不是司徒仙君搭救，我早就死了。韩风君，由此看来，后赵背后果然有人指使，定是此人想将明义和若水灭口。司盼既然也在，不如说说看，方才当真是你救了他们？还有，你可是真的见到了妖兽？对不起了，司徒仙君，我只能先让你睡会儿了。是，方才我押送后赵离开后，我这返回，我就撞见了1、2、3、4，反正好多只妖兽，尚未炼成的，正在袭击2位仙子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对付妖兽，这还是平日里一沾公务就卸担子的司盼吗？过去我是有些懈怠的行为，但其实我都是以司盼的身份去考量哪些是该做，哪些是不该做。救人于危难，也是司盼之责。韩风君对我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既无灵脉，是如何杀死妖兽的？正因为我自小没有灵脉，所以我学了些身法保护自己。想来，就是为了今日能够赌上性命，保护2位仙子。也是因为那些妖兽尚未炼化完成，在下才能勉强应对。既有司盼的证词，不知韩风君还有何疑虑呢？这可就奇怪了，韩风君在担心些什么？妖兽现世，说不好可是要危及6境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韩风君，此事必须要彻查。季仙君言之有理啊，此事必须彻查。以前管闲事也就罢了，眼下你这副身子骨不行了，心里有点数。莲花掉下了第1瓣，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经过那段反噬，我现在没事了啊。邱若水的命不是闲事儿，那当下除了我，没人能救她了。不过今日之事实在太过复杂了，先是揭发后赵利用陈渊炼药，又是绝迹100年的妖兽出现，
好在这事闹大了，司潘堂肯定会彻查陈渊，那血珠花的交易就会就此停止。寒暑之水的人总算不用因采摘血珠花而受难了。我让你送那些金银珠宝，你都送到了吧？季伯仔才不是为了要给他们申冤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我拿季伯仔赏我的给他们，也算是劫富济贫了吧？人家确实是需要钱，可你连这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？当天空的云波流向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被许诺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罪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身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。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去换你的